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教会我们的事。这个频道是分享有关于感情、心灵、教育、娱乐与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你还记得吗？当校园的钟声响起时，老师请班长集合全班同学前往保健室准备施打疫苗。我们听从班长的指示，排好队形，往保健室出发。当我们抵达保健室时，统一以座号的方式排好施打疫苗的优先顺序。接下来，护士阿姨对着我们说，等一下会逐一唱名，等唱到名字的人要进来施打疫苗。紧接着，同学们便一位一位进入保健室。本来站在门口嬉闹的我们，突然看见刚从保健室走出来的女同学，掩面哭泣，默默离开。一时之间，我们全部鸦雀无声。此时，护士阿姨突然叫到我的名字，我带着恐惧与害怕的心情走进保健室。当我一坐下座位时，护士阿姨察觉到我的心情有些害怕，便亲切地对着我说：“你先深呼吸一口气，让身体不要那么紧绷。等等我打针时，只会痛1-2秒而已。你先放轻松一下。”只见她将酒精棉花在我手背上轻轻一抹，她请我再一次深呼吸，她便迅速将疫苗注射在我身上。刹那间，她将酒精棉花压在我手臂上，请我用力压着，并且温柔地对着我说：“压着就好，不要去揉它。”顿时之间，我突然觉得打疫苗好像也没有那么痛了。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镇，有一位名叫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女孩，她来自英国上流社会家庭，不只是名门望族，更是世代行善，民众乡里，与他们往来都是社会名流。南丁格尔从小便过着十分优渥的上流社会生活，随时有仆人服侍，生活在舞会、沙龙与贵族名流周旋之中。虽然表面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但是他内心的世界感到十分的空虚，觉得自己的生命活得毫无意义。直到有一天，他在家里后花园里看到一只流浪狗受着伤，在他细心照顾并治疗好流浪狗之后，他便下定决心选择成为一名护士，作为自己未来的志业，才让他感受到充实的生命意义。在当时社会，护士是没有地位的工作，并且只有贫苦低下阶层的女人为了谋生才肯做的污秽工作，等同于仆人与厨师的相同地位。在大学毕业之后，他放弃了令人羡慕的上流社会生活，并且他利用去欧洲环游的时间，了解了欧洲各地护士的工作。随后他学习了4个月的正式护士训练，并且成为一名护士。他不顾父母强烈的反对他从事护士的工作，毅然决定走上了护士这条路。在1853年，土耳其、英国、法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匮乏，导致英国战地里的战士死亡率非常高。南丁格尔主动提出申请自愿担任战地的护士，他和38名志愿护士前往英国军营的所在地克里米亚半岛。当他们抵达时，他们发现伤兵未得到适当的照顾，药品供应不足，卫生被忽略，大规模的感染是常见的，并且没有设备为病人准备食物，而许多士兵死于斑疹、伤寒、霍乱、疟疾，是
是战争死亡人数的10倍，因为在野战医院的卫生条件是致命的，原因是人满为患，公共厕所污水管有缺陷和通风不足都造成死亡率极高。在南丁格尔了解到卫生情况条件的改善可降低死亡率，他便和这群护士着手改善饮食与污水管通风的情况和医药品的不足，并且为伤兵解决必需的生活用品，对他们进行细心的护理照顾，降低他们手术后感染疾病的几率，进而使得死亡率大幅降低。而每个夜晚他都手执着风灯巡视，于是伤兵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神。南丁格尔除了在有限的资源下全力投入照顾病患，建立医院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教导军人如何进行清洁护理，大大降低英国军人死亡率。他还将战地内收集到的数据制成一系列的图表，结果显示2年内绝大多数的英军死亡都是属于霍乱及其他疾病，均大于战死。他的图像化报告大幅增加易读性，成为挽救生命公卫改革的重要表达方法。这种数据呈现的方法被后世称为南丁格尔玫瑰图。南丁格尔的表现得到英国医学界的重视，使得他在1857年战争结束返回英国之后，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在1859年，南丁格尔出版教科书《护理笔记》，得到英国护理学校的采用，随后不断撰写著作，并培训人才。于1860年，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成立了世界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理学校，奠定了基础护理学的专业，并且一生不断进行倡导，进行卫生改革，使公共卫生的想法逐步根植在政府及民众当中。他一生在公共卫生与治理护疗上的贡献，让他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崇高精神代表，并且在1910年他逝世2年之后，国际护士理事会将他5月12日的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以表扬他的贡献。而南丁格尔誓言更成为日后全球众多护理学校在举行毕业典礼时要求准护士之宣誓的誓词：于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专业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及家属之秘密，竭诚协助医师之诊治，勿谋病者之福利。想想看，在今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医护人员的辛苦与辛劳。当医疗资源不足时，你们依然坚守岗位，没有丝毫退缩。当医护人员不够时，不论是退休或离职的医护，也愿意接受政府的临时征召，重回医疗第一线。当你们奋不顾身与疾病对抗时，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上给你们加油打气，在物质上尽可能让你们医疗器材充足。在今年的医护节里，无论你是在哪里的医护人员，我们都为你的付出感到敬佩的心意。在此，我们将此影片送给守护台湾的南丁格尔们，谢谢你们的付出，有你们真好。我是这一期的主讲人翔宇。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内容不错，请订阅我们，并且点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想再听到其他类型的故事，请在下面留言给我们。